我前2天看了個講廣東脆皮燒鵝的紀錄片，那油滴來的時候都給我饞完了。然後我搜了一圈，發現現在滿大街只有羊，也沒有燒鵝可以吃，所以我托人買了個老廣的燒鵝配方，我打算試試這玩意兒在家能不能做。然後我還買了幾隻專門做燒鵝的黑棕鵝，但現在物流太慢了，我就尋思先抓2隻東北大鵝在家試烤一下。不過我發現了，能苟到現在還沒被抓的鵝，那都絕非等閒之鵝。我們換了2個屯子，跟鵝撲騰了一整天，到最後愣是1隻鵝都沒抓着，完了還給腰子卡壞了。後來這鵝到了，我們的腰還沒好呢，但也不想等了，就開始按照配方做了。這燒鵝做一次才明白，為什麼飯店能賣到600-700一隻，但這整個的制作過程太複雜了，光這醃鵝的醬就得用到20多種調料。然後我發現這燒鵝和烤鴨差不多，最難的都是對溫度和時間的把握。但我們這現在外面太冷了，就導致這爐子用起來溫度非常不穩定，就這麼烤出來的鵝，要不然就是裡邊沒熟，要不然就是整隻鵝在爐裡直接烤着了。後來實在沒招了，我們就把爐子搬屋裡来了。在室溫環境下，這個爐子上溫就非常快了，大概也就用了3分鐘吧，整個屋都他媽仙气飄飄了。這一下可給我們熏迷糊了，就新鮮吃點東西緩一緩。用美团外賣訂了不少好吃的，這一桌子全是硬菜。最近冬日热辣硬货活动优惠可多了，创意十足的百串福袋4折才不到40塊錢，海底撈的冬日欢聚套餐7折也才100多，還有咬麻龍蝦、99鴨、外婆家基本都4折起。打開美团外賣搜狗送就行，點評論區也能直接參與。然後吃完飯再下鵝的時候，我們就非常謹慎了。而且我看紀錄片裡講說，脆皮燒鵝最重要的靈魂是一碟酸梅醬，但是這個季節它買不到新鮮的青梅啊。後來我糾結了一下，我到底還是把我們家這個爹請出來了。這酸梅醬熬完之後，現在多少還帶了點酒香。然後这些鵝現在燒的也非常好了，就無論從顏色還是飽滿度上來講，看着還真有點飯店的感覺。尤其是剁鵝的時候，這油汪汪的一塊一塊，看着可太爽了。我從來沒敢想過，居然有一天能在家吃上一隻冒着熱氣的脆皮燒鵝。不過就是過程不太順利，我們吃上這頓飯的時候，其實都是第4天晚上了。然後趁熱還給鄰居送了幾隻過去。等吃完飯之後，我把這2天做失敗的鵝都給剁了，主要也懶得重新烤了，就都讓我燉酸菜了。我是真沒想到這燒鵝燉酸菜居然能這麼好吃，就是我們真的都已經吃得非常飽了，但是實在也沒忍住，一人又幹了一大碗米飯。後來撐的凌晨3點還沒睡着呢，就坐床上打嗝啊。